应该要把自己人生之最黄金的时期，年轻的时候拿来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一个提早退休的概念。当有一天你不用再为了钱工作，在7年之后，你就会有200万的资产。Hello， 大家好，我是 KK，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最近看了一本关于财务自由的书，那我今天就想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看完之后的心得。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假设你中了100万美金的话，你会拿来做什么呢？那你可以先把你现在心里的答案记下来呢，等到影片最后我们再一起来 review。那我先讲一下什么是财务自由好了。财务自由就是当有一天你不用再为了钱工作，你工作可能只是因为你自己有兴趣，或是你很喜欢，像是有些人去开民宿，只是为了要交朋友，然后觉得好玩，而不是真正为了赚钱。以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法来解释的话，财务自由就是当你的被动收入能够满足你的日常支出。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应该要把自己人生之最黄金的时期，年轻的时候拿来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而不是纯粹只是为了赚钱而工作。就是一个提早退休的概念。那如果你想提早退休的话，势必要做出额外的努力。那当然有些人就觉得我并不想这么做，我想要一步一步来，还是遵循传统的就是工作然后退休这样。如果你想要知道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提早达到财务自由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那我今天会分享3个增加收入跟2个减少支出的方法。增加收入的第一个方法就是一定要投资。相信大家都知道复利的概念，就是滚雪球的概念。那要怎么样强调复利的它的厉害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7年法则 7-year rule。假设你投资100万，每年的投资报酬率是10% 的话，在7年之后，你就会有200万的资产。那每7年就会 double 一次。1年 10% 的投资报酬率听起来好像很多，但其实是可以达到的，因为 S&P 过去几十年的数据来看的话，平均投报都有大概10%。如果你像我一样是投资新手，没有什么投资经验的话，我会建议你可以从投资追踪指数的 ETF 开始。那如果真的想要投资个股的话，建议投资10到20个股票，这样你可以分散投资风险，不要把鸡蛋全部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投资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当你年轻的时候，可以投放多一点你的资产组合在股票上，因为你可以承受的风险比较大。那等到你年纪渐渐变大的时候，稍微改变一下你的投资组合，把比较多的比例放在一些低风险的投资工具，比如说债券。因为等到你老的时候，你可能如果遇到什么事情的话，你可能没有办法再重新回到职场继续工作，所以会建议调整一下你的投资组合。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要买房子投资，可是我觉得买房子是比较复杂的，加上它不像股票流动性很大，可以今天买明天卖，然后交易费用又比较高，所以我们就先不讲。那如果你对投资很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多看一些新闻啊，或是一些分析的网站。第2个增加收入的方式就是开始你的副业。那这个蛮因人而异，可能有些人正职工作很辛苦很忙，根本就完全没有心力跟时间去做一个副业。那假设你有兴趣跟时间去做副业的话，比如说你对艺术或是音乐领域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接 case， 或者是假设你没有这些 skill 的话，你也可以去比如说当 dog walker 或是 cat sitter 之类的。也许副业没有办法帮助你赚很多钱，但是不可以小看任何1块钱，因为就像我刚刚说复利的概念，1块钱之后可以变成很多钱。第3个增加收入的方式就是利用正职的福利。正职就是主动收入最大的来源嘛，如果你可以尽可能提高自己的薪水的话，当然是最好的，不过这是很难有一个方法去达成。所以如果你可以利用你正职的福利，比如说美国大部分的公司都有退休金的福利，就是假设你每个月提拨5% 的薪水到这个退休金 account 的话，公司也会提拨5% 的钱到这个 account。那这5%
对你来说就是一个 free money， 所以一定要好好把握。讲完了3个增加收入的方法，我就要来讲减少支出。那减少支出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减少冲动跟不必要的消费。就是你不能常常拿折扣来说服自己说啊，我省了多少钱，因为你花1块钱就是1块钱。可是当你还是很想要花钱的时候怎么办呢？我自己常会用一个方法，就是你改用时间来衡量一个东西的价值。比如说你一年年薪是5万美金，非常省吃俭用，1个月可以存500块。那你想要买一个5000块包包的话，等于你就是需要10个月的时间来换这个包包。那当然，这10个月的时间你可能还不能去买一些其他有的没的。如果你今天心血来潮想要买别的东西就不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去重新检视你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买这个东西。第二个减少支出的方式就是先存钱后支出。我自己的话是我先设定一个我要存钱的目标 percentage， 那每一次发薪水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个固定的钱存到我的另外一个 account。那为什么要分2个 account 呢？这样就是避免我自己不小心把这个钱花掉，然后再加上这样的话，我可以很轻松的 track 说我现在到底存了多少钱。那还有存钱的话，就是要渐渐提高你的储蓄率。比如说你现在存40%， 那你可以半年后就提高变成41%、42%这样子。因为你的薪水会渐渐增加，可是你的支出可以不用跟着你的薪水这样1比1的比例去增加。那你这样就可以把更多的钱拿去投资，减少不必要支出。还有存钱有一个技巧就是记账。你要让财务管理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可能每天花个5分钟检视一下今天花了多少钱。那记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看大部分的钱都花在哪个地方去做调整。那我自己之前有记账，就发现我1个月可能会花100多块在 Starbucks 上面。公司有提供免费的咖啡，我后来就觉得那这个好像不算是一个很必要的支出，我可以就喝公司的咖啡就好了。那今天分享了几个可以达到财务自由的方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改变一开始我问大家那个问题的答案？你如果中乐透中了100万，你还是会拿去环游世界、买车、买房、买包包吗？还是你会把这些钱拿去投资呢？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一个赞，然后记得要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拜拜。